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特朗普正在获胜。英国《每日电讯》，虽然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忍受激起民事和刑事诉讼，但没有人认为如果他愿意，他们会阻止他在2024年挑战乔·拜登总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曼哈顿法院提出的指控，即他对作家 Jean Carroll 的性虐待和诽谤负有民事责任。Facebook 还暂停了他的账户2年，并且正在考虑对他在1月6日煽动支援者的其他指控。消息人士称，中国商务部长本月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南华早报，美国贸易代表待遇将于5月25日至26日在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常会议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次会议将是自美国击落涉嫌中国间谍气球以来两国之间的最高级别，导致高层接触暂停。会谈召开之际，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支援和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得技术，美中关系面临压力。改善关系可以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举行会谈。西方如果想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金融时报，芬兰前总理兼外交部长亚历山大·斯塔布警告说，在俄罗斯全面袭击乌克兰之后，自由世界秩序受到严重攻击。世界秩序的未来取决于在西方世界、东方世界和南半球之间摇摆不定的权力三角。斯塔布表示，全球东方回避自由秩序，希望根据国家权力制定新规则，而全球南方的主要关切是粮食安全、能源和通货膨胀。他预测多个地区秩序和重叠的联盟，没有单一的力量占主导地位。在越南的俄罗斯钻井平台附近发现的中国船只集群。路透社，据2个监测组织称，一艘中国研究船在海岸警卫队和多艘渔船的护航下，进入了属于俄罗斯和越南国有企业的天然气区块。这是北京对其邻国专属经济区 EEC 采取的一系列强硬举措中的最新一次，也是南中国海的另一个潜在爆发点。中国被指控利用其海岸警卫队和渔船恐吓和破坏亚洲水域的能源活动，包括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美国通胀率降至 4.9%， 但消费者价格仍居高不下。加拿大 CBC， 根据政府的数据，美国4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 0.4%， 高于2月至3月的 0.1%。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而潜在通胀指标仍然很高，这表明成本上升可能会持续数月。美联储特别关注所谓的核心价格，该价格不包括波动的食品和能源成本，并被视为衡量长期通胀趋势的更好指标。核心价格从3月到4月上涨 0.4%， 标志住核心价格连续第5个月上涨 0.4% 或更多。中国计划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关系，印度将如何应对？南华早报，中国正在寻求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合作，因为两国都试图遏制印度。中国希望增加其在印度洋的存在，并可能通过武器销售和训练说明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现代化。印度洋的影响力对中国和印度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中国旨在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印度可能会反对北京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合作，巴基斯坦将其视为敌对竞争对手。土耳其、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举行叙利亚战争以来最高级别会谈。路透社，来自土耳其、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讨论重建安卡拉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关系。这次会议标志住叙利亚内战期间多年敌意之后迄今为止的最高级别的讨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支持反对派运动，向叙利亚北部派遣自己的军队，并收容了350多万难民。讨论的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为叙利亚人回返奠定基础以及推动政治进程。叙利亚的重点是结束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的非法存在。分析：巴基斯坦政治危机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济的希望破灭。路透社，分析人士警告说，
巴基斯坦的政治危机可能导致该国面临全面的债务紧缩，使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都面临风险。前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上周二被捕，引发了与全国各地支援者的暴力冲突。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为选举做准备，同时遭受经济困难，外汇储备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65亿美元计划将于6月到期。巴基斯坦货币在过去1年中下跌了近50%，而主要股指则遭受了2位数的下跌。由于街头抗议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贷款协定面临风险。开头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新兴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Gary Fleder 表示，美国4月消费者物价稳步上涨。路透社，由于汽油成本和租金上涨，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涨了 0.4%。二手车价格上涨，这可能意味驻美联储将继续维持高利率。3月份 CPI 上涨了 5%。虽然油价自4月以来下跌，但上个月燃料成本上升，核心 CPI 上涨了 0.4%。尽管租金已经上涨，但将下降。乔治·桑托斯向当局自首后被捕。英国独立报，纽约第3选区的美国国会议员乔治·桑托斯 （George Santos） 在一场充斥住关于他过去的谎言的竞选活动后赢得了选举。他被指控犯有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和25万美元的罚款。在13项起诉书中，联邦检察官指控桑托斯在财务披露表格上撒谎，并通过将数千美元的资金用于个人开支，包括奢侈品牌服装和信用卡付款，欺诈性的将捐款用于他的政治竞选活动。新闻发布会在悉尼预告四方领导人峰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将于5月10日举行电话新闻发布会，讨论即将于5月24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四方领导人峰会。拜登总统、日本首相文雄、印度总理莫迪和东道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出席峰会。CSIS 专家将对峰会的关键主题、议程和期望提供见解。简报会后将提供文字记录。社交媒体正在伤害青少年，科学家说这很复杂。华盛顿邮报，美国心理学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社交媒体不会损害年轻人的健康。虽然各州的立法者呼吁限制社交媒体对18岁以下的访问，但报告指出，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切地了解它可能如何影响不同的人。该研究呼吁对资源进行投资，以资助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与实施预防措施，例如设置使用时间限制和监控年轻使用者的在线互动相平衡。YouTube、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随后推出了旨在为父母提供对孩子社交媒体活动的更多权利的功能，包括预设更严格的隐私设置。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Instagram 一直在加大力度保护其年轻使用者，要么通过隐藏未成年人的喜欢，要么测试其他措施来保护他们。拜登将于6月22日接待印度莫迪进行国事访问。路透社，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6月22日访问美国总统拜登，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以加强两国在国防、清洁能源和太空方面的伙伴关系，并进一步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地区。又一次挑衅，乔治亚在俄罗斯结束签证制度时犹豫不决。半岛电视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取消了乔治亚国民的签证，并取消了2019年对直飞南高加索国家的禁令。俄罗斯将从5月15日开始实行90天的免签期。在一份声明中，他证实其航空公司将每周在莫斯科和乔治亚首都第比利斯之间运营7个航班。然而，乔治亚总统沙勒美·祖拉比奇维利批评此举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挑衅。自2008年两国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的区南奥塞梯进行短暂战争以来，俄罗斯和乔治亚的关系一直不稳定。纽西兰航空公司将以每小时100美元的价格向经济舱乘客租用双层床。南华早报，纽西兰航空公司将于2024年在奥克兰、纽约和奥克兰、芝加哥航线上推出 Skynest， 一套6张双层床，估计每4小时收费400-600纽西兰元，255至384美元。
该航空公司报告说，每个航班的个人预定将限置位一次，并将执行睡眠时间限制。Skynest 将为每位乘客提供枕头、毯子、耳塞和个人阅读灯，为石磨冰融化这么快。德国之声，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格陵兰岛冰川融化是2019年世界海平面上升的40%的原因。格陵兰岛正在经历1000年来最温暖的时期，原因是自1979年以来，北极变暖的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4倍。格陵兰岛的彼得曼冰川 （Peterman Glacier） 有助于维持该国土著因纽特社区的漂浮，它正在破裂。人们担心撤退可能会使大量冰暴露在变暖的海水中，从而使海平面上升1倍。女性在印度工作力中的参与率正在下降。德国之声，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如果1半的女性人口能够加入工作力大军，印度可以实现9%的增长率。印度工作力中的女性比例一直在稳步下降。2021年，女性仅占正规和非正规工作力的23%，低于2005年的20%几。2018年，印度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131个国家中排名第120位。印度劳动力中妇女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育儿责任和婚后家务劳动、缺乏技能和教育差距。特殊课程在 COVID 限制解除后，让日本人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英国每日电讯，日本各地的人们正在报名参加微笑课程，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摘下口罩，因为该国降低了 COVID-19 构成的威胁。虽然公司和地方当局去年已经开始提供如何微笑的课程，但自从政府上周将其冠状病毒风险评级降低到与流感相同的水平以来，业务一直在增长。微笑表情肌肉协会的创始人北野美穗 Miho Kitano 5年前创办了他的公司，提供在线和面对面的课程。学习如何微笑的趋势有所上升，北野武太看到咨询增加，因为口罩不再是强制性的。如今，他在东京拥有约3000名顾客，量身定制的1对1课程持续1小时，费用为11000日元，64英镑。根据《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微笑是非常自然的，它是向遇到的人发出的信号，表明我们接受他们。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